第二个大新闻就是在我被关小黑屋这7天里边，柬埔寨小可爱和泰国小可爱两个佛教徒的小可爱国家打起来了。泰国到目前为止到我此时此刻做直播我看到的西方的新闻，泰国军队已经最深的地方已经突入柬埔寨国境80公里了。泰国陆军已经攻入柬埔寨争议地区80公里，占领了柬埔寨80公里土地了就是进去。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柬埔寨军队无论是士气上、装备上、训练水平上，还是战争意志上都不如泰国那么目前泰国方面宣布已经打死柬埔寨士兵超过200人这泰国士兵的阵亡人数是以10几人为标准的，就是10比1吧就那边损失10个，这边损失1个。那么领土上也是泰国完全占领柬埔寨，柬埔寨没有占领泰国1寸的领土。那么泰国使用的最重型的武器是 F-16 战斗机， F-16 是美制的，跟台湾的是一样的东西台湾目前装备的最先进的战斗机也是美制 F-16。那 F-16 呢，这次在泰国呢没有用于空战因为柬埔寨皇家空军它没有战斗力，所以它主要是对地攻击。对地攻击打了它的前沿柬埔寨阵地之外还打什么呢？主要攻击对象居然是柬埔寨的电诈产业园。所以因为打了电诈产业园，引起了中外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打得好，终于有国家的军队出手炸电诈产业园了我们多么希望这是中国军队，因为在那儿受罪的全是中国人。可是我们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这个时候不见了。哎呀，他们就敢去东海炸鱼。柬埔寨电诈园里关着那么多中国人，缅北电诈园里关那么多中国人，进行轰炸的空军没有中国战斗机，是人家 F-16 来空袭。那么12月17号就是昨天，泰国军队一个美女中尉在 YouTube 发了一篇中文影片。我操，你这都是滑天下之大稽就是昨天就是我解封那天的昨天下午12月17号，泰军的军方发言人是个女中尉，可漂亮了，萨瓦迪卡，用中文解释，认真的给所有的中国人解释为什么我们打柬埔寨我们泰国不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我们也对占领柬埔寨的领土完全不感兴趣。我们之所以打击柬埔寨，是因为柬埔寨在他的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境内有大量的电信诈骗基地，绑架、器官贩卖，影响了我们泰国的国际形象。因为大量的作案都是从泰国境内做的，影响我们泰国的旅游，也影响我们东南亚的安全区域安全。而且柬埔寨军方非常猖狂多次在边境进行摩擦，所以我们自卫还击人家讲这理由。所以网友国外的网友都能看见看到之后我操就觉得好奇怪你一个泰国跟柬埔寨打架，你为什么要用中文发表？我操，我们中国这么重要了吗？我们中国中国这么强大了吗？因为他们一般都会用英语发表，英语是国际语言。我操，我们中国人，我操，我们又强大了。小粉红又兴奋了。但是你仔细咂摸，不对人家用中文，人家用英文发表是为了，因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人家这次用中文发表，人家可他妈的告诉你的是我去救你们人呢。我操，你这好像是，我告诉你你别误会我他妈是救你们进来了，我不是侵略他，我说把你们人都被他抓着了。所以你这不是丢人的吗？丢人了丢到家了，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家人都不管。我操，吴京你在哪里？战狼你在哪里？王文斌你怎么也不管完了，操，是人泰国来管。那双方实力悬殊，柬埔寨人对付不了战斗机所以呢就是怎么办呢使用佛教徒高僧来对付。柬埔寨来了一群番僧给泰国司令官，就是泰国这个现场总指挥这司令官呢下咒咒他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咒他不得好死。司令官呢还真有点害怕。你要搁他妈正常国家还笑笑过去了，但是你架不住泰国他也信这个，他真按套路出牌于是呢
泰国的得道高僧啊，也集体轮番上阵，一起给司令官、泰国皇家士兵和他这个指挥官呢发免咒符，免咒符就别人给你下了咒之后，你有护体，都给挂免咒符，然后给泰国军人的那个背心防弹背心啊，那个战术背心啊，开光，辟邪，刀枪不入啊，枪子儿拐弯这好有意思啊！他这个佛教国家打仗很有意思啊。然后同步呢，泰国把柬埔寨的石油供应全部汽油啊，柬埔寨汽油是从泰国运进去的，全都得关上，不让他用汽油柴油打仗。在这个现场里边，泰国这2天公布了大量的这个都胜利了嘛啊，那个叫战利品的镜头全是清一水的中国的现役装备啊，全部都是中国保利公司出品的，什么反坦克导弹呀都是第5代的啊，什么防空导弹呀、火箭筒啊、机关枪啊、子弹弹药、火炮啊都被缴获了。那么泰国通过这个影片明确的向中国人民传递消息，我们攻击柬埔寨与柬埔寨的诈骗园区设在针对中国人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那么中国是一个什么态度呢？中国现在是调停态度，但是呢也不来真的。那从根本上来说，我个人的判断啊，泰国打柬埔寨应该是受了美国的暗示，可以干它。有很多人跟我抬杠说那不对啊，泰国跟中国也好啊，泰国用的坦克都是中国 VT4啊，所以为什么泰国攻进去的坦克用的 VT4 你不说，攻进的飞机 F-16你就说啊，你就说是美国的？我跟你说，你们不太了解东南亚啊，东南亚印度支那有3个国家，印支3国啊都是美国的小迷弟。你们要是真的有泰国朋友啊，真的有泰国朋友，从上国王到下老百姓，他只要跟你说实话，你说你觉得区域领导应该是美国还是中国？你跟美国混还跟中国混？我告诉你啊，他只要把你当真朋友，他肯定告诉你跟着美国混，因为跟着美国混能发大财啊。跟你中国混，除了电诈员，好像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啊。一带一路过来之后，房倒屋塌，最后留多烂尾楼啊。所以你自己把自己的名声做臭了。如果你一带一路过去之后啊，企业也起来了，就业率也上去了，国家人民也富裕了，那老百姓可能会觉得中国是个好领导啊，跟中国挺好啊。你现在不是啊？我说错了吗？你看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搞了个啥，在巴基斯坦搞了个啥，是不是一路烂尾？你再看人家美国这么多年，美国人虽然没干什么好事，但是至少美国人不干坏事，而且美国的治下这个国际贸易还是可以做的啊，国际旅游还是可以做的，还没少挣美金。所以泰国人、柬埔寨人啊、老挝人啊，这个他们对美国都是非常亲的啊，包括越南人啊，这个是包括印度尼西亚啊、菲律宾啊，整个东南亚东盟可以说都是心向美国。但是呢，为什么说跟中国关系还都不错呢？啊，国王也经常来中国打仗之前，国王也来中国，打个招呼啊？为什么呢？啊，总理来中国打招呼，为什么呢？因为泰国这个国家很成熟啊，它政治上一贯成熟，因为它是王国啊。对于这种2流国家、3流国家，其实有个国王是好事啊。包括柬埔寨，如果那个国王真的能掌点实权的话，别今天洪森来了，明天什么来了的话，那其实柬埔寨也不错。他有国王的时候了，他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当啊，他本身不是文明国家。那么泰国这个国家，他在历史上一向是不惹强国。比如说2战，你听说过泰国国王被作为战犯绞死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泰国跟日本是盟军啊，你不知道吧？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泰国和日本是一伙的。泰国对于日本非常亲密，所以日军你听说过日军攻击马来西亚？你听说过日军攻击香港？你听说过日军攻击菲律宾？你听说过日军攻击这个缅甸，对吧？打仗，你听说过日军攻击过泰国吗？没有。泰国的王子也好，公主也好，跟日本的天皇来往的甚密。那为什么战争结束之后，泰王没有受惩罚呢？因为泰王同时
两边下注。他有很大一部分王族成员是放到英美，他又是亲英美，他有势力，所以两头谁赢他都不输。这是很高明的外交手段啊，他不单调到任何一头。你搁今天的话，这样的国家大国的话，典型的这样的国策就是印度。你看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好，跟美国关系也很好，对吧？印度莫迪倍儿有面子，为什么？他就不结盟，不站队。以前中国跟印度是一样的啊，很聪明，但是还不众所周知，有一个小学生上台了，中国开始带头了，我操，开始起头了，那另起一摊了，要组新核连胜了，所以呢，那就不用说了，就大敌的下场了。所以泰国目前这场战争明面上看是跟洪森私人恩怨，但实际上呢，私人恩怨是过去那种边界战争打2枪就算了，如果泰国的政治意图并不是真正的私人恩怨，而是通过军事行动一劳永逸的逼迫洪森势力下台，重塑东南亚亲美的国际秩序的话，那就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那就是一场正式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这是一个可能啊，很大的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洪森要完蛋啊，洪森内忧外患；第二，柬埔寨的和泰国之间的政治局势，在中美之间的政治局势要重塑了啊。中国一路一带在那扔的钱啊，基本上也就打水漂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看得到，那洪森肯定也知道呀，所以洪森啊，12月15号，坐稳了，别出溜下去啊！尤其是从国内翻墙出来的，12月15号大前天，洪森官方宣布，某国势力如果再不出兵援助柬埔寨，将曝光柬埔寨电诈产业园的股东名单。你看这不是有意思了吗？我操，这就有意思了。你这是你吓唬谁呢？你四眼森啊，洪森四眼狗，四眼洪森，谁是你老大？谁给你的钱你都忘了吗？你跟他妈的你儿子那叫什么红什么鸡巴红鸟毛，跟那个陈志搞太子产业园，你以为大家不知道吗？你要公布谁？哎呦，你有意思了，你四眼森，你还敢吓唬老大？你还想拉欧记下水啊？洪森明显是叫我洪森活不了，欧记这么多年拿了我的钱的人，我都要给你们举报到廉政公署，你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呢，推特上呢就大批的出现了这种就是在境外的这些流媒体不是那个自媒体上就出现了这个洪森的这个威胁的这个影片啊。泰军同时炸他的电诈产业园，炸完了之后电诈产业园挨了炮弹炸弹以后满街都是人，拉着拉杆箱逃难的人。跟正常战争的难民不一样，正常战争难民一定是拖家带口，带着车子里边放着行李，对不对？锅碗瓢盆，男女老少，这就叫正常难民。你看这次柬埔寨被泰国炸了以后，柬埔寨的老百姓没有逃难的，逃难在公路上逃难的，我没有编啊，你自己去外网你翻看那个泰国逃难的不是柬埔寨逃难的难民，全是年轻男人，女人不多。也是年轻的女人有，男人为主，老人小孩一个没有，老人小孩全是拿着拉杆箱。你知道的是逃难，你不知道还以为赶飞机的呢。是什么？园区内跑出来的中国青壮年男性和少部分女性，没有儿童，没有老人，说明什么？他不是正常难民，说明他跑出来的是电诈园的这些员工也好，猪仔也好，他跑出来了，不是加害者。就是受害者，说明泰军的轰炸就是打你，不是打你柬埔寨老百姓，就是打你洪森家的这个所谓的印钞机，怎么是私人恩怨炸你的印钞机，就跟八国联军进北京，人家烧的是圆明园，为什么圆明园？就是我跟你的私人恩怨，圆明园是皇上家的私人花园，我给你烧了，故宫是你办公的地方，我不动财政部内务府我都不动，因为你是国家机器。咱们这次是一场私人恩怨，所以那我们看看这次好多新闻媒体没有提，我们已经在外网了。好我们这次没有提，就是双方的经济实力
双方的人口我给你们摆着啊，泰国的人口是7100多万人啊，泰国是个大国，有将近1亿的人口，7100万。那么它的 GDP 啊是5580亿美元，你就记住它是5000多亿美元啊，将近6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人均泰国的 GDP 8000美元啊，它几乎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里边的很富的国家啊，离发达国家差一点点啊，8000美元的人均 GDP。那么 GDP 的增长年增长率的2%左右，也是个正常的增长国家。那么它的经济规模在东南亚呢排第2。那老王排第1是谁？是新加坡吗？不是啊，新加坡跟泰国差不多。新加坡是国很小很强，但是因为它人口很少嘛，面积很小，所以它只排第3或者第2啊，跟泰国不相伯仲。排第1的是印尼啊，印度尼西亚它人口多面积大啊，总的经济实力比较强。那么我们再看看战争另一方柬埔寨啊，柬埔寨多少人你们知道吗？泰国是7100万，柬埔寨的总人口是1700万啊，1000多万人。2024年、2025年 GDP 是多少呢？历史最高点。柬埔寨的 GDP 一般都是200-300亿美元啊，整个国家很穷嘛，穷叮当响。从一带一路以后，年年以10%、8%这样的高速增长，去年达到了创纪录的460亿美元啊，人家那边是打他的那是5000、6000亿美元，他是460亿美元，增长率为什么达到6%呢？为什么高速增长呢？就与这种电诈产业和一带一路引进的这个固定设施啊、基础设施建设直接相关，大量的投资进来啊，来自中国投资，因为它底子小嘛，进来一点钱歘就起来。你想一个国家全年的 GDP 才400亿美元啊，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我知道数字你们不太敏感，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吧，陈志被美国抄的比特币都是柬埔寨的，20万枚比特币，20万枚比特币，就陈志一个人的钱，陈志一个人被美国抄了的钱，就是就是柬埔寨1半的 GDP。所以泰国他这么老泰国，柬埔寨是个小弹丸之地，财富高度集中在这几个垄断家族手里，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一贫如洗的生活啊！几百亿美元的现金存在这个电诈产业园的老板手里，这就是柬埔寨它的经济结构。所以我们看双方阵亡士兵的，老王你就胡说，你一派胡言，你肯定是反华势力啊！你肯定是拿了美国钱，你说柬埔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告诉你啊，人死了，你这命值多少钱？就真正的能证明你的价值。你给国家当兵，你打死了，你国家出征啊，你被点兵上阵，你死了，国家给你的补助或者抚恤，就是你的价值啊，这是经济决定的，经济学决定的，你不要信他，什么给你大红花呀，贴对联没有用啊，红花过2天就掉色了。给你多少钱那是真金白银，炸死一个打死一个柬埔寨士兵，这次什么抚恤金你们猜猜啊？2袋大米，1箱方便面，10瓶鱼露，全网哗然。柬埔寨士兵一个阵亡士兵，柬埔寨洪森这个独裁者给你这条命是2袋大米，1箱方便面，你不要以为多大的箱，就是这种小箱子方便面，几十包那种小箱方便面，10瓶鱼露，就这点命钱，你就知道老百姓在柬埔寨是什么。上阵被打死都是老百姓的子女，你不要以为他们是把柬埔寨老百姓当人啊。反观泰国这边，泰国也阵亡士兵了，泰国阵亡士兵是什么待遇？你们猜猜？30万美元现金，死一个士兵，国王给你30万美元现金抚恤金，子女阵亡士兵的子女全免试入读泰国皇家军警学院，全家的家属阵亡士兵的军属列属列入泰国国王的皇室军列属抚恤计划，按月发钱，各种补贴，各种免税。那你就知道这2个国家哪个国家是为人民的服务的。他虽然是王国啊，虽然是国王，但是你看看这个柬埔寨的这个老百姓，那么他这个待遇有多 low 啊！
这个洪森家族在柬埔寨啊作威作福。洪森家族为代表的这些柬埔寨的这些贪官污吏们啊，与中国的这些“一带一路”起来的这些最 low 的这一代中国领导的这些私人家属啊，咱们就不点名了，我明眼人都知道是谁负责这个事儿嘛，啊，结成了利益捆绑。所以呢，美国借泰国之手解决柬埔寨问题，实质上是逼洪森下台，或逼柬埔寨向美国靠拢。因为美国很清楚这柬埔寨这个问题，所以美国实际上是把柬埔寨列入禁运国家的。柬埔寨的人，拿柬埔寨护照的人，美国不给签证了，明白吗？说中国也不给，中国那叫拒签。柬埔寨的待遇是柬埔寨人去美国申请签证就不给你签证，不受理你，这叫入境禁运国家。美国的亚太战略很清晰的，就要封锁中国。印度支那三国是美国这一亚太战略的重要链条，也是目前中国“一带一路”突破的最凶的地方。记住这个地缘政治名词，叫印度支那三国，哪三国？越南、柬埔寨、老挝。那么传言，这次传言里边，洪森拿出来的这个威胁他们这个电诈这个传言里边啊，我这是传言啊，这是谣言啊，我不愿意相信啊，我是仅是供大家参考，说这个和缅北和这个柬埔寨的这个生命科学园正在利用婴幼儿的骨脊髓生产长生不老的邪药，涉及到我们这边的这个中国这边的股东产业名单啊，洪森抛出的这个第一版，洪森已经扔出来了，居然有湘雅二医院，就是湖南的那个湘雅二医院。那东南亚的这边的一些所谓的爆料人啊，就把柬埔寨这次被攻击的所谓的柬埔寨生命科学园啊，进行了详细的爆料。它就在太子集团控制的范围之内啊，这个生命科学园就属于太子集团的这个园区范围之内。说这个电诈员通过试管婴儿的手段，使女猪仔，就是被绑去的这些女士们啊，都是中国人啊，使她们怀孕啊，然后通过就是我就不细讲了啊，就是非常残忍的手段啊，提取所谓的返老还童的这样的干细胞药物啊，这个在谷歌地图上能看到所谓的人类繁殖中心啊，柬埔寨生命科学园人类繁殖中心、幼儿什么什么提取中心啊，这样的地标啊，这个就是我是人性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我觉得是匪夷所思的，这个东西无法置信啊，就是不用 F-16炸它是天理难容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洪森这么有底气啊？为什么洪森这么有底气啊？逻辑上很可能是真的啊！洪森当然知道他们在里边干啥了，那要不然洪森四眼森为什么说你再不出兵救我，我要把这个事儿说出去？他说什么呀？如果大家是老实巴交的生产基地，打螺丝的，你说呗，你有什么好说？你有什么好怕的呀？为什么心虚啊？这个事儿啊，值得大家充分重视啊！相关人士如果了解情况，也可以向我爆料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说的啊，是值得跟踪啊，值得让他们曝光的。那我们的教友啊，今天给我来一封信啊，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呢，他用那个 ChatGPT 就是 AI 问的，他问提取婴儿某某啊，制造所谓的再生因子干细胞有这种可能性吗？哎，ChatGPT 科学上是可以的啊，这叫什么什么什么的，涉及到，但是为什么不能用呢？因为涉及到重大的伦理和安全以及法律限制。下面我从科学角度解释，不提供任何操作细节，不是我啊，是 ChatGPT 啊，然后讲了详细的方法，但是最后的结论是，这种方式是侵入性的啊，这个提取是侵入性的，所以会对被提取这个受害者带来永久损伤或死亡。所以我操，这个洪森四眼森要公开这个名单之后啊，我看中国马上就过去了啊，腰果汪就马上过去了，腰果汪就说啊，别打啦，这个双方要和平
啊，就救场去了。那么斯衍森抛出来的第一批股东名单，我给大家念念啊：柬埔寨生命科学院的所谓的干细胞抗衰引领这个领域的合作机构啊，不是股东啊，是合作机构，现在只是合作机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24年7月战略合作协议，湘雅健康管理中心也是一样的单位啊，湘雅2院、湘雅3院干细胞再生医学合作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南华大学附属第1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2医院、泰康医院、医科医院、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疾控中心、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海外分院（括弧提供实验室建设）那个什么无菌无尘啊，几级净化就是他们建的啊。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海外分院做的。湖南省生物医学信息专业委员会。那么在里边参互的企业呢，有个北京的叫北京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一个国家级的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湖南利康源健康管理中心、长沙中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原品生物、中美赛尔实验室，中美赛尔是个深圳企业啊，东方企业创新发展中心。那么其他机构有湘雅海外校友会啊，湘雅是臭名昭著了，这次湖南也是臭名昭著，湖南省什么健康公益基金会、湖南总商会、湖北省动物公共服务平台，这里边主要是湖南湖北啊，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啊？为什么这个合作机构是以湖南湖北为主？不知道。湖南人，尤其是湖南人，我这湘雅系怎么这么猛啊？我们打个大大的问号啊！所以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儿啊，就是非常不好的事儿啊！泰国和柬埔寨战争，边境战争，我们本来以为是旁观者啊，跟我们没关系啊，就像俄乌战争一样，它是一个两个非我们族类的国家之间的一场边境冲突，我们本来是以为这样，结果没想到人家使用中文给我们解释，我们打他们主要是救你们的人啊，因为他们在这儿干这个事儿，而被打的那个人马上说：“你某势力如果不出兵救我，我就要公布股东名单了。”而且还先公布了合作机构名单。我刚刚念的都是合作机构，真是我们中国的，全是中国的。那么根据 AI 分析，这些技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技术啊，不是技术瓶颈，没有技术瓶颈，最大问题是伦理和法律。那么柬埔寨这个地方法外之地。伦理可以不顾，法律可以不管，化外之地啊！川普总统话就是屎坑国家，所以他们在这儿干了什么，我们真的要怀疑他们啊！所以这次泰国人还真是干了好事儿啊！好了，毁三观啊，那是毁三观啊，那是毁三观。而我们本来是吃瓜群众，吃着吃着，哎，不对呀，怎么来湘雅挨打的是湘雅啊？怎么挨打都是湖南的呀？所以这是太他妈的郁闷了啊！这我们中国人的。幸亏这是个中文世界的新闻。如果啊，你们可以想象啊，如果这是2个英语国家打仗了啊，英文互联网世界看到这些新闻，我操，他们英语的传播力还是很强的啊，地球覆盖能力很强的。你这些东西如果要是真的话，你中国人的这个国际形象要多少年才能够抚平啊？大家知道那个2战的时候。德国人的国际形象这么多年已经一直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奥斯维辛，有犹太集中营。我操，战后啊，盟军解放了之后进去一看，我操，你们在这干这个啊，证据确凿呀，既有受害者，又有什么那个烧的炉子啊，那毒气室啊，洗澡的那个卫生间啊，还有那个取人的假发呀，然后就是掏人家牙呀，然后用人家做成灯笼啊，这变态的行为啊。你这就是丧尽天良了吧？所以他就德国因为这个事儿纳粹干的，但是不是我们德国人干，那世界其他国家人对德国人就觉得纳粹不就是你们吗？纳粹不就是你们的人吗？你就能干出这事儿来啊！但是呢，如果柬埔寨这个事儿，泰国炸他这个事儿啊，公之于众，真的看到了，就像美军坦克荡平那个奥斯维辛之后。拍的那些照片公之于众了，哎呦，我都不能想象我们的国际形象会跌到什么谷底啊，太可怕了啊！好了，就这么地啊，拜拜。